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想学什么？小美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什么样的感觉？快告诉我。就是你只懂书本上的中文。然后呢？我常有啊。听大家聊天，笑得很开心。对，我却完全不明白笑点。是不是？心里就想学点别的。我特别想学这个。那你到底最想学什么呢？我想学怎么开玩笑，哈哈。哈哈，这个很难学。对啊，书里没有教这个。我想学地道的表达方式。比如呢？具体点说。比如，怎么表达更深的感情？哦，是那种言外之意吗？对，或者一些有趣的俗语。俗语真的很难理解。还有，怎么跟老人好好聊天？这个很重要，很有文化味儿。那你除了开玩笑，还想学啥？我想学怎么讲故事，很生动那种。讲故事啊，我也喜欢听。对，还有学一些地方的特色。地方特色，比如说呢？比如不同地方的口音和用词。哎呀，这个太难了吧？听起来很有趣啊，我喜欢。但学得好，你会更融入的。是啊，我想更像本地人。我觉得语言不只是字面。没错，还有背后的文化。就像你说的，开玩笑的技巧。那需要了解他们的幽默感。俗语也藏着很多历史和道理。了解了会更懂中国人。我们学的都是普通话。对，但生活里很丰富。所以想学更真实的表达。这样才不会觉得格格不入。是啊，感觉自己进步了。那我们下次试试看。哈哈，学着怎么幽默。我想学用词更自然一些。那就多听，多感受吧。是的，多听本地人怎么说。我们可以互相分享经验。这个主意很好，很有意思。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我发现中国人不太直接说不。对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特点。比如他们会说我考虑一下。或者恐怕有点麻烦。我以前真以为他们会考虑。哈哈，你不是一个人这样想。那要怎么分辨真假呢？观察对方的表情和语气啊。有一次，我请朋友帮忙。然后呢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下次再说吧，我等了很久。哎呀，这就是典型的婉拒了。所以下次是永远不会来了。差不多吧，需要慢慢去体会。真的，这比语法还难学。是啊，背后是人际关系的学问。他们不想让你觉得尴尬。没错，这关乎面子文化。面子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它代表尊重和个人尊严。怪不得说话都那么委婉。所以要学会听话外之音。
对，语境也很重要。比如说，有人请你吃饭，你不能立刻就答应吗？最好先客气一下，推辞2句。哦，假装拒绝一下是吗？对，那是表示礼貌和尊重。我朋友说，他有次直接答应了。哈哈哈，他是不是有点愣住？对方反而觉得他不太客气。是的，这就是文化差异。哎，真的处处都是学问啊。你觉得这种表达有什么考虑？我想是想让关系更和谐。是的，避免直接冲突和尴尬。这种智慧真的很有意思。理解了能更好融入生活。那口语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比如，夸奖别人的时候，难道就不能直接夸吗？中国人喜欢谦虚的回应。哦，会说哪里哪里吗？对，或者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我要记下来这些潜规则。哈哈，这不算潜规则啦。那只是更有趣的表达方式。是的，让交流更有人情味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想到什么更复杂的？如果是在正式场合表达不满意，哦，那可就更考验情商了。是啊，下次我们聊聊这个吧。没问题，这话题还真不少。是啊，比如表达不满意，对，直说可能有点冲。那要怎么说才得体呢？比如先肯定，再委婉提。哦，先给颗甜枣，再提意见。哈哈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呀？比如，这个建议很好，不过……哇，那个不过是重点。或者可能还有改进空间。听起来就很艺术化了。中国人重视面子吗？面子是给对方留余地。是的，避免让人难堪。哎呀，这学问可大了。我有一次朋友吃饭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？菜有点咸，他没直说。那他又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这菜味道很浓郁。哈哈，就是咸的意思。我一听他的话就明白了。真是高情商的表达。不伤和气又能解决。我得好好学学这招。这种方式叫拐弯抹角吧？话里有话的感觉。有时候不说比说更深奥。真的吗？能举例说说看吗？沉默有时也是一种表达。哇塞，这太难理解了。你要观察表情和语调。那眼神也会有信息吗？当然，肢体语言很重要。简直是侦探片现场。哈哈，是需要多练习。那如果遇到误解怎么办呢？澄清时也要注意方式。不能直接说你错了。最好说是不是我没说清？哎，又是把责任揽自己。这样对方更容易接受。你觉得这种说话方式能让交流更顺畅自然。
沟通需要更多耐心。是的，尤其是跨文化交流。我突然想到个新问题。什么新问题？说说看。如果是拒绝别人的请求，哦，那可就更有讲究了。讲究是不能直接拒绝吗？很少会直接说不行。那要怎么说才好呢？比如，先表达感谢和歉意。感谢他提出请求，再道歉。对，谢谢你想到我啊。然后呢？接着要说什么？但我最近实在太忙了。找一个委婉的理由吗？这样听起来就没那么生硬。哇，这真是门艺术啊！是的，尤其是拒绝好朋友。我有次被拒绝就很难过。他是直接说不了吗？他说你这事儿办不了。哎呀，听着是有点硬。我当时心里挺不舒服的。是啊，所以委婉很重要。那他可以怎么说呢？这事儿我可能帮不上。或者说我尽力了，不行。差不多，或者我试试看吧。哦，先给个希望，再拒绝。这样即便结果不好，你也懂。我懂了，是照顾对方面子。没错，中国人很看重面子。面子文化真是无处不在。对，拒绝时尤其要小心。你觉得这种方式在生活里还有什么具体体现吗？比如领导让你加班，你不能直接说我不想。那我该怎么拒绝呢？可以说家里有点急事。或是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哈哈，这招也挺管用的。感觉就像在演戏一样。这也是一种社交智慧吧。真是太考验情商了。有时甚至会找人帮忙拒绝。哎呀，找人帮忙拒绝。比如让秘书转达不便。哦，这样就更不伤和气。是啊，保全面子很重要。怪不得中国人都喜欢说有空请你吃饭啊。结果这顿饭永远没吃成。哈哈哈，这不就是拒绝吗？哎，真是学无止境啊。下次我们再聊聊这种客套话。好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种文化真的很有趣。对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比如请客吃饭这种事。是真请还是假请呢？哈哈哈，这真的太难了。我以前就分不清真假。哈哈，快说说你的经历。有一次，我朋友这样说：有空来我家玩啊。真的？然后你去了吗？我真跑去了，还带了礼物。哇塞，那他什么反应？他很惊讶，有点尴尬。哎呀，你可真是太实诚了。我以为是真心邀请。这就是典型的客套。我当时真的不理解。很多时候，这只是礼貌。为了表达友好而已。但并不是真的要实现。所以要学会听弦外之音。
是啊，学会察言观色很重要。这门学问真不小。还有一种就是夸你，比如听到别人说你真厉害，这时通常要谦虚回应。不能直接承认自己厉害，对，要说哪里哪里。或者过奖了，对吧？没错，这叫礼尚往来。哇，真是处处是学问。这种客气话，大家平时觉得哪些最难理解呢？确实值得好好思考。中国人很看重一个东西叫面子。面子这个词语真的很难用英文解释。它是社交的核心概念，涉及到尊重和地位。客套话就是保全大家的面子。难怪会有这么多讲究啊！如果直接拒绝会伤面子，所以要婉转，要含蓄。这种文化背景很深。我还想知道，如果遇到长辈的客套话，那就更复杂了。比如，让你多吃点，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这可真是个陷阱。对啊，长辈说多吃点，你真以为是让你多吃吗？可能是关心，但有界限。那该怎么回应才好？礼貌的拒绝，或者少吃。不能说我真的饱了吗？那样会显得不给面子。哇，这里面学问真大。还有比如你来就来吧。啊，不是真的让我别来。是欢迎你，但别太麻烦。太难理解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是文化默契，要体会。我得好好学这些话语。慢慢来，你会越来越懂。今天学到太多关于面子。这是中国人生活智慧。还有其他客套话语吗？比如下次请你吃饭。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大多数时候是真心邀请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哈哈。但也要看语境和关系。确实很复杂，不容易。语言背后是文化深意啊。今天的讨论非常有趣，帮助我们理解文化背景。是啊，学习中文语言不只是学习生词语法呢，更是学习人情世故道理。每次都有新的体会发现。今天的收获太大了。我也觉得非常充实有趣。今天最大的收获是面子。对，它影响了很多表达。还有客套话里的智慧。真是学无止境的体验啊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在生活中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客套话呢？又是怎么理解和回应的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们的独特故事吧。下次我们聊一聊，比如中国人怎样问路才地道？听起来就很有意思。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了。